啊！待会儿就按布置好的行动，听见没？给我打！走。队长，他们火力这么猛，不像是共产党啊！少废话，向后面的赶紧打！是。物料上被袭击，请求支援。什么？通知师爷他们没有？师爷军带兵前往，丽媛科长和宪兵队也在路上。好。看见没有？那块儿就是日军储存原料的地方。那还等什么？行动！走，快！你好。你最好给我老实点。要不是因为你对我们还有用，像你这样的汉奸，死100回都不为过。好好看着他，别出什么岔子。是。都安排好了吗？我已经安排2个人看着，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。也不知道李子木他们那边怎么样了。既然担心，那我们就过去接应一下吧。李子木一再嘱咐，让我们看好毛峰。他一个酒囊饭袋，没什么好担心的。与其在这干等着，不如过去帮忙。走。撤！那给你们个嘞，好一些喽！撒个赛！警察！小泽君，发生了什么？嘿，跟我走。怎么回事？警察，自己人，自己人。
报告科长，奉毛局长命令，前来协助皇军捉拿抗日分子。可是皇军为什么要攻击我们呢？混蛋！明明是你们先对我们发起攻击的。天地良心的，就算再借我几个胆子，我也不敢攻击皇军的。刚才一颗子弹嗖的一声从我眼前过去了，我一个兄弟立马就倒地了。还有那边一个炸弹马上就爆炸了。毛局长说了，这儿是皇军指定的位置，所以攻击我们的肯定是敌人。闭嘴！我们从来没有要求警察协助我们。你看！带人去看看什么情况。嗨！你看着他，我去倒杯水来。行，反正也没什么事儿，你去泡壶茶好了。我们在这儿估计还得等一段时间。行。你干什么呀？你尿急啊？那你尿裤裆里好了。反正像你这样的汉奸，不知道什么叫廉耻。你再耻辱我，弄死你！科长，您看，毛局长的亲笔签字，确实是毛局长签署的命令，他们只是在奉命行事。这个毛峰，不是很得你的信任和器重吗？他怎么会在你的后边做这种事情呢？毛峰在哪里？说！我就是个打工的，我怎么知道局长在哪儿？大佐，敌人突然对仓库发动了攻击，还好矢野军及时赶到，对方这才撤退。那矢野呢？矢野军带领部队前去追击敌人了。科长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报告科长，矢野军的部队遭到了敌人的袭击，矢野军阵亡了。我就不明白，为什么他们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袭击无聊场？对方是冲着我来的。冲着你来的？我们以后再详谈吧。现在关键的是要尽快找到毛峰，问问他怎么回事。把这些警察全都给我关起来！哎，
司令再给科长，我是来协助皇军的，科长，科长，我冤枉啊，我冤枉啊！久违了，我们终于可以见面了。在这种环境下见面，好像并不是那么愉快啊。看来，你对现在自己的处境并不那么在意。我当然非常在意，不过，我更希望成为阶下囚的人，不是我，而是你。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这里就是你们一直苦苦寻找的风云计划的核心。我之所以把你带过来，就是希望能让你明白，凭你们的能力，这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。是吗？我认为不是这样吧。如果你有足够的自信，你怎么可能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来治疗或询问呢？我想，是不是除此之外，在上海，你们找不到一个可以让你们完全信任的地方？田正军，没必要和他辩论下去了，开始审讯工作吧。我本来想多了解一下我面前的这位朋友，但是看来真的没有必要了。的确没有必要，因为你一旦了解了你对面的这个敌人，你就会无比后悔当初来到中国的这个决定。混蛋！这就对了，这才是你们本来的样子吗？干嘛从一开始就装出一副非常善良的样子呢？让人看着那么不舒服，很恶心。李野姐，他已经是将死之人了，不用跟他一般见识。开始审讯吧。嗨。可以了。花伞了，看一下花伞。停！不用找了，谢谢。怎么了？这么晚了，出什么事了？徐海峰同志，这个联络点必须马上关闭，而且你和其他同志必须抓紧，立刻转移。李子墨暴露了？不是，沈飞同志可能被抓捕了。以防万一，我们必须采取应对措施。好，我马上通知其他同志，你也暂时避一避。好。哦，对了，子木呢？他打算怎么做？他打算利用组织外围力量去寻找沈飞的下落，而且我们也需要第一时间知道敌人的动向。他说他是最适合的人选。好，我马上把这个情况向上级汇报。好。
你真的不准备躲避一下吗？万一……我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，我们还需要人监视敌人的举动。不过你提醒的对，我确实不应该让整个组织陷入危难之中。但是同时，我也相信沈飞。如果不是他自己想被敌人捕获，对方很难唬住他。他这么做，一定有他的用意。我们都见过特高课的审讯，严刑逼供，很多人都可以挺过来。可药物的话，真是凤毛麟角。我不赞同你的决定。别人我不知道，但沈飞，我相信他扛得住。既然你这么相信沈飞，那我陪你一起。你身上的担子也不轻。你说，万一我今后有什么闪失，我希望你能和上官静云还有安生他们一起，继续粉碎敌人的阴谋。这个时候，一切以国家为重，个人的荣辱先放在一旁。我对这个国家的热爱，不比你少一分一毫。你知道，我担心的是你们那个政党，往往为了一党之私，而置国家的利益于不顾。如果田中信一的阴谋得逞，对我们的抗日大业将会造成严重的危害。但你一个人，我真的不放心。别担心，上海除了我之外，还有很多爱国的有识之士，他们都是我的帮手，不用担心我。好，你一定要多加小心。你也是，多保重。看来药物已经摧毁了他的精神防线，田中君，可以开始了。你的姓名？沈飞。你是什么地方人？中国香港。告诉我你的身份。我的身份？你是属于哪支部队的？是国民党的情报机构，还是共产党的武装？国民党、共产党。我想起来了，我是中国人。你还有什么想问的吗？是不是药物的质量还不够？已经比一般人加大药量了，看来他的意志力很强大。那我们加大剂量，再次继续审讯。像他这种意志力坚定的人，即便加大药量，恐怕起不到太大作用。已经注射过一次，他体内产生了抗体。一味的加大药量，只会摧毁他的神经系统，这对我们的审讯毫无帮助。那你的意思是，这个人对我已经没有用了吗？现在看来恐怕是的。这可不行，不能就这样放弃。这个人就交给你了，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，只要让他能够开口招供就好。好吧，我姑且一试。
是不是感觉很痛苦？我可以告诉你，如果你再不招认的话，我会把这种痛苦延长很长很长时间。你们中国古代有种刑法叫剐刑，需要高超的手法才能完成。而我的这个方法既简单又实用。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可以。帮我擦擦脸上的汗，我流了太多的汗，汗水流进眼睛里，特别不舒服。李彦俊，等一等。沈飞先生，我对你的行为很是佩服。咱俩就不用客气了。实话跟你们说，我之所以能坚持下来，是因为我想活下去。为了活下去？哼，你这样的说法，我倒是第一次听到。哎，那是你不够了解我呀。如果我承受不住你们的药物或是审问，把你们想知道的情报告诉你们，那么我对你们来说就没有任何的价值，也就失去了活下去的机会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不但会丢了自己的性命，还会落下一个叛徒的骂名。就因为这个，我必须要坚持下去。只有坚持下去，才能有机会跟你们谈判，才能有活下去的机会。你果然是个很聪明的人，但是你忘了你这阶下囚的身份，你根本没有资格跟我们谈判。是吗？难道你们就不想知道我们对风影计划到底了解了多少吗？你们不想知道我们接下来的计划安排到底是什么样子吗？如果你们对自己的防护完全有信心，你们也不会这么费心的救我和审问我了。我说的对不对？很对，这也是你存在的价值。那你的第一个条件是什么？又误会我的意思了。我想要的是跟你们公平的谈判，而不是招供。你想的太多了，我们根本不可能同一个阶下囚谈判。告诉我们你的条件，也许我们会考虑考虑。是你想的太多了。在我的生命安全得不到任何保障的时候，我什么都不会说的。说了是死，不说，还有一丝活下去的机会。如果是你坐在这儿，你会怎么选？我来帮你选择。也好，这样可以减少我的痛苦。说说你的条件吧，田中君。这个人的存在并不重要，但我们需要他的情报，不妨给他一个活下去的机会吧。首先，我们得公平地坐下来。现在的环境没有办法进行任何的谈话。你把核心实验室设置在了地下，果然是一招妙计。我们找了那么久，原来一直在风影计划的外围打转。你们已经破坏了我的好几处实验室，逼得我不得不全线收拢。有一件事情我很感兴趣，
你们的情报是从哪里得来的？我们没有任何的情报，我们是根据你留下的线索，逐步排查到那些地方的。如果没有人指引，仅凭你们外围的调查，那不可能找到我在外围的实验室。如果有人帮忙，我们岂不是早就找到了你的核心实验室？怎么可能在外围花费那么大的财力和物力？那个地方连我都不知道，你们的情报人员再厉害，也不可能知道那个地方。原来是这么回事。李元军，别给他透露任何的消息。连一个茶杯都端不起来了，我想我以后再也没有机会摸我的狙击枪了。你放心吧，只要你把我们需要的情报说出来，那么你就可以过上无忧无虑、富足的生活。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相信你们不会出尔反尔？毕竟你们日本人的名声不是很好，可以说是臭名昭著。你竟然敢辱骂我们！我说的是事实。你们在攻打南京的时候，曾经承诺过不会残害平民百姓，可你们后来做了什么？多少百姓被你们杀害，多少妇女被你们糟蹋。你们的做法和禽兽有什么两样？这些与现在的你我无关。你想得到什么样的保证？好，首先，我们的交易要在双方都信任的场所进行。地点我已经替你们选好了，德国领事馆。德国是你们的同盟国，而我的生命安全只有在领事馆里才能得到保证。不可能，我们不可能向德国领事提出这样的要求。那我们的交易就没有办法进行下去了，除非你们还能再提供一个我们都信任的场所。看起来你根本没有什么诚意。你为什么这么说？你一开始说这些话，还让我真的相信你是为了求生而做出这样的举动。但是现在你说的这些要求，其实根本就是为了拖延时间。我之所以还有耐心跟你谈下去，是因为我没有搞明白你拖延时间的原因。即便如此，我还敬佩你的勇气还有毅力。只要你答应跟我合作，这样的话，我还可以保证你的安全。如果愿意的话，李元科长，我给你提供一份职务，在特高科里面任职，可是很多中国人梦寐以求的事情。你说的那些人，是我们中国人的败类。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，怎么可能接受一个正在侵略自己国家敌人的施舍？这样的人，即便是活着，也不过就是一具行尸走肉罢了。你没有资格这样说。你不是也为了活命，
在这跟我们谈判吗？我当然有资格，因为从我醒来的那一刻起，我就没有想着活着离开这里。那你说，你一直拖延时间，是为了什么？别着急，你马上就会知道的。再去。怎么说？按照计划行事。你们掩护，我们撤，我们打！全体注意！给我冲！弟兄们，给我守着大门！四海！他们救走了。你去给我救回来，你去！啊，不，去接应他们。队长，这里面打得这么激烈，咱们要不要进去支援？你少给我废话，好好在这待着。哎，排长，距离爆炸还有多久？3分钟。任明浩去那边布置。是。所有人就地展开反击，把敌人逼到车间附近。
队长，还是您英明啊！要是就这么进去了，兄弟们肯定死伤惨重。废话，你要聪明，你就坐我的位置了。是。那咱们下面怎么办？全体听好了，全力支援皇军。是。真是没有想到，对方竟然敢在白天发动这样规模的进攻，确实让人很是意外。按照他们攻击的规模来看，对方应该是动用了全部的力量。看来田中军对敌人发动的这次攻击并不在意。因为这本来就是我要的结果嘛。我早就料到他们会有所行动，所以我提前让小泽君暗中进行布置。但是没有想到敌人这么快就采取行动了。是啊，如果我们能够提前安排的话，说不定能够一举消灭敌人。但是敌人为了抢一具尸体，发动了如此规模的袭击，还真是有些出乎我的意外啊！他们炸毁了你的车间，在我看来，无非是想发泄胸中的怒火。他们总是出其不意地给我们袭击。情况确实如你所说，所有占领区将领都面临这样的困难。不过，我们收到了情报，共产党方面有一个叫做江户的情报员潜伏在上海。情报显示，这个人身居要职，搜集了我们许多重要的情报。土肥原将军要求我们尽快查明此事。歇会儿啊，平时你就不爱说话，这次你就别说话了。你听我说，不是说好了，我们俩一块儿抗日，说好我们要把日本军人全都打出中国去。啊！你起来啊！你起来告诉我，日本人还没走呢，你为什么要先走？你为什么要先走？你静静劝劝他吧，不要太难过了。毕竟人死不能复生，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这个时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劝他。沈飞的牺牲对他来说打击太大了，他强忍着悲痛策划了这次行动，对他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。就让他释放一下吧。别动他。走吧，胖子，让排长跟沈飞单独待一会儿，啊！走了，兄弟。我们排长要跟他兄弟单独待一会儿，别打扰他，行吗？
一个茶杯都端不起来了。我想我以后再也没有机会摸我的狙击枪了。我是毛峰。怎么样？有什么发现？没有，台长，那个人非常狡猾。我们查遍了周边所有地方，都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特高课和宪兵队都在各处设置了检查站，所以他不可能从租界离开。而且他知道我们在四处找他，更不可能出现在公共场合。这唯一的可能，住宅楼。对啊，如果我是他的话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肯定会找个居民房躲起来。没错，而且他需要电话向外部联系，所以最有可能外室公寓。这个毛峰对你们而言到底有多重要？他可能只是计划的一部分，但是自从和李子木见面以后，他就决定了李子木和他家人的安危。那我们要尽快找到毛峰。大家分散到各个路口，只要见到毛峰，格杀勿论。是。一会儿进去以后，我们分头在各个房间搜索，一旦发现毛峰，立刻动手。是。走。应该是负责接应毛峰的，准备进行突袭，以我的枪声为准，一旦枪响，马上行动。是。李元科长，究竟怎样，你才肯相信我呀？钱秘书长，稍安勿躁。你的事情已经惊动了军方的高层，所以这一次的审讯必须要有一个结果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冈村宁次将军会证明我的清白。科长，我们已经确定所有的事情就是他。既然如此，那你对钱秘书长就不要客气了，安排人员严加审讯。李元昊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！走，李元昊，我要找冈村将军。是，李元昊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先别管怎么回事，既然已经死了，我们先撤。将军，
这件事情我已经找过他们了，事情会得到妥善的解决的。可是我们目前还没有毛峰的下落。他死前来找过苏市长，苏市长已经派人让他永远的闭上嘴巴了。那影子公司的款项是不是毛峰？现在关键是我们的安全。影子公司已经不重要了，将来我会找个合适的人选加以弥补的。将军，那钱怡怎么办？这件事情我还没有想好。他毕竟是冈村宁次推荐的人。找到毛峰了吗？毛峰已经死了，不过是另外一批人动手的。怎么回事？这里说话不方便，我们回去再说。那我通知唐顺之取消行动，然后跟你们会合。好。我先出去。喂。啊，是我。事情处理起来比想象中要棘手得多。您辛苦了。现在能够确认毛峰已经服毒自杀，可是关于钱怡，我们始终无法达成一个统一的意见。明白了。您需要我做什么？给川岛一个除掉钱怡的理由。好，请给我5分钟时间考虑一下。5分钟之后，我再打来。好。舅舅怎么说？他说5分钟以后再打来。啊，让我单独待一会儿。那我在客厅等你。放心吧，一切都会解决的。真的很抱歉，这一次是我们的失误，造成这样的结果。但是能不能告诉我们，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说实话，我也被搞糊涂了。我们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情报来源，不过好在危机已经解除了。毛峰既然对外求援，自然是找最信得过的人。可这人为什么要杀了他呢？还把现场伪造成服毒自杀的样子。虽然并不知道他们这么做的原因，但是也算是帮了我们一个忙。如果毛峰被救出去，后果难以想象。时间不早了，要不先各自回去吧。安生，你们俩送送。好，行。徐海峰说，江户同志要亲自询问这个毛峰，这个毛峰究竟掌握了什么秘密？毛峰都已经死了，现在问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呢？只有知道真正的情况，我们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。好，我会把你的意见告诉徐海峰同志的。你可以明确地告诉他，他如果不肯告诉我实情，我会亲自和尚处长联系。我知道了。李子木是故意支开我们，方便跟上官景云谈话。他这么做没什么不妥。我认为，上官静云比李子木掌握更多的情报。看来你是有话要跟我说。我希望
你能利用跟上官静云非同寻常的关系，打探出这个江户的真实身份。我不可能利用上官静云来打听这个事情，绝对不行。我知道你担心的是什么。我要告诉你，这不是为了向上级交差，而是我要知道江户的真实身份。你的意思是？我很好奇，有很多疑问。我们人力物力付出这么多，可在情报上却不及江户的冰山一角。我越来越好奇，这个江户到底是谁？我也想了解更多关于共产党。林队长，你作为党国的军人，说这话合适吗？干什么的？进去吧。没想到苏市长竟然会派你过来。我也没想到啊。苏市长和川岛将军做出这样的决定，想必你我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。我也不想在这样的情况下得到这种机会。或许就是因为这一点，正是他们俩器重你的原因。李元科长，如果方便的话，我想单独跟钱秘书长谈一谈。当然可以，如果你能说服他，按照我说的去做，什么条件我都可以满足你。谢谢。科长，马上启动监听设备，我要知道他究竟怎么做。嗨。出去吧。怎么，苏市长他们不敢来见我，让你过来？钱秘书长，我想你现在还不明白自己的处境。处境？哼！李子航，我告诉你，他们不敢对我怎么样。我在特高科受的刑罚，他们将会以100倍来偿还。我提醒你一句，今天你很有可能不会活着离开这个房间。哎，李子航，我敬佩你精明能干，但是在政治上，你还没那么精神。即或是在日本，政治斗争也是存在的。我虽然只是一个秘书长，但是我代表的是冈村将军的利益。没有他的命令，没人敢动我分毫。要是我今天不明不白地死在这里，川岛和苏市长也必须为我陪葬。冈村将军是不会来过问这件事情的。冈村将军现在正在忙着准备武汉的战事，而且我相信，在战后他一定会非常感谢川岛将军和苏市长，帮他秘密处理了这件事情。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，在政治上我是个新人，但是在生意上，我非常有经验。你对于冈村将军的价值就是保证他在上海的利益，而这点在武汉战役后会发生很大的改变。你是说，汪先生？不光是汪先生，到时候会有一大批观望的人会加入到新政府当中来。到时候你就失去了利用的价值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在这之前，你还有价值。
人都死了，还有什么是值得我畏惧的？哼！如果你要是这么想的话，我觉得你还有活的机会。看来你有很多问题想要问我。为什么昨天晚上的行动，我被蒙在鼓里？这并不能成为你犯错误的理由。你知不知道，毛峰的逃脱为我们带来多大的危机？这是我的错，我低估了他的能力。江户同志为了挽回这个危机，冒着生命危险跟敌人周旋。江户，我觉得你对我不信任。从我接受追风行动这个任务开始，尚处长就告诉我，要绝对服从江户同志的领导，而一开始，就是你和江户同志在取得联系，从来不肯告诉我关于他的任何信息。这究竟是为什么？昨天晚上，你袭击了敌人的物料厂，迫使田中信一把化学原料转移到军事仓库。你绑架了毛峰，为江户同志的行动做了掩护。江户同志的指令，我都传达得清清楚楚。昨天的行动，除了毛峰逃脱，你都执行得非常完美。如果我知道毛峰的重要性，也不会做出那么轻率的决定。徐海峰同志，我想知道，为什么上级不让我和江户同志取得联系？我想，这个问题应该由江科长来回答你。江科长。李元科长，什么意见？将军，我不同意李子航的做法。钱一知道我们那么多的秘密，如果让他一直活下去的话，对我们而言，那可是一个潜在的危险。李处长，我们让你去找钱一，是让他写一份悔过书，并不是要保全他的性命。将军，钱一的势力错综复杂，他的死党并不仅仅只有毛峰一个人。如果我们贸然行动，一定会有人将这件事情报告给冈村将军。那到时候，您和苏市长，包括立元科长，都会陷入被动的局面。那我们就把钱一的死党全部予以铲除。啊，我觉得这样不妥。如果把事情闹大的话，新政府会陷入瘫痪的。可是钱一确实掌握了我们很多的秘密，比如说影子公司，而且关键的是，钱一有可能是潜伏在我们内部的共产党情报人员。啊，将军，虽然我对钱一没什么好感，但是您要说他是共产党，我真不相信。李处长倒是非常的客观。既然将军和苏市长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，我一定会想出一个最有效的结果办法。您所指的最佳方案是释放钱一？不仅要释放他，而且要让他官复原职，还要对外界说明，为了找出共产党的情报员，他配合立元科长演了一场苦肉计，终于找出了内奸。李处长，说说这个内奸是谁？警察局长毛峰。关于江户同志的事情，我一会儿再跟你详谈。尚处长派我过来，就是要通知你，我们不仅要摧毁敌人化学武器的研究所，而且要通过置换敌人的实验数据，
打乱日本人研究化学武器的进程。可是化学武器的研究专业性很强，以我们现在的能力，还没办法伪造出一份假的实验数据。上级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。延安的专家组综合了最近一段时间截获的日军情报，费尽心血制出了这份文件。所有文字都翻译成了日文。不是我故意推脱，置换实验数据难度太大，我们只能见机行事。没错，风影计划的实验数据对日本人来说非常重要。田中信一一定会随身携带，想要置换，确实有难度。是啊，如果无法进行置换，那就得想尽办法销毁日军所有的研究成果。请首长放心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另外，还有一件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。什么任务？追风行动结束后，你不必返回原部队，直接留在上海，执行保护中央特克情报员江户的任务。江科长，在我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我想请您告诉我江户的真实身份。如果我们实施你的方案，你能保证钱一不会出卖我们？请将军放心，钱一是个聪明人，您饶了他的性命，他一定会对您感恩戴德的。而且毛峰是他的部下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他脱不了干系。更何况，栗原科长手里掌握着他大量的证据，他不敢造次。可是影子公司的事情，根本就没什么影子公司嘛。将军，如果您相信我的话，我保证在3天之内消除掉所有关于影子公司的痕迹。这方面，你确实是行家。如果不相信你，我们也不会请你来处理这件事情。那就按李处长的意思办。哎，不过，释放钱一以后，再也不能给他那么大的权力。财政、海关、税务这方面，还请将军再考虑合适的人选。李处长，什么意见？我觉得可以暂时由栗原科长带领，等新政府改制后再酌情分派。那就这么办吧。哎，是。这么说，江户是我们的一个情报组织，而不是某一个人的代号。你未来的任务，就是保护这个情报组织的安全。那这个江户的负责人是谁？我也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。不过尚处长吩咐过，如果时机成熟，他会主动联系你。要是江科长都不能回答你的问题，那我就更不知道了。我只是接受江户同志传递过来的情报，但并没有跟他直接接触的机会。江科长，请你转告尚处长，任务结束后，如果我还活着，我请求返回原部队继续战斗，请上级给予批准。把你留在上海，是经过组织认真考虑的，这也是江户同志的意见。任务必须完成，你也必须活着回来，这也是命令。